大家好，在台风接连来临之前呢，虽然时常下雨趁着将有几天的好天气呢，就继续增加作物的种类来完成后院30日的拼图时常下雨的结果呢，这靠近储水槽处的土壤就更为湿黏了。懒人的种植方式呢，就只挖出一条种植的沟槽等日后要进行培土时呢，再顺道一起除草就好。而这种专门做玉米笋的品种呢，大概要45天左右就可以采收一株大约可以长出5-6根玉米笋种法也跟玉米一样只是玉米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跟肥料由于只采用单排种植播种的间距呢就可以缩短为20公分若是采用双排种植呢，理想间距则是30公分而种植玉米呢，有个特别要注意的事情就是不同的品种呢，别种植的太过于靠近不然花粉随风摇曳后呢，会产生异花授粉的情形。在结果时，不同品种的玉米经过杂交后呢，就会产生一根玉米混杂着不同颜色的玉米颗粒若是属于同一种口感的玉米呢，吃起来是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外表卖相就会变得不好看而虽然说播种前有人习惯先泡水来促进发芽但因为生长期比较长只提早个1-2天采收呢，个人是感觉差异不大省事的方式就采用直接播种的方式虽然现在的土壤比较潮湿但一样得进行浇水，让土壤完全包覆种子唯一要注意的就是播种后呢，虽然要保持土壤的湿度但是不可以让种子泡在水中如果发现每次播种后呢，种子不但没有发芽，反而会发生烂掉的情形，就是土壤过于潮湿在没有下雨的时机点呢，还会出现这种现象只要播种前呢，先把土壤挖松，就会有很大的改善。经过6天后，发芽率100%期间并未再进行浇水土壤不同高度呢，土壤的湿度就有很大的差别而这也是情愿多花点体力，采用垫高种植的方式这在遇到雨季时呢，农损就可以大大降低不过苏花台风要来了虽然幼苗还小只能把培土的动作提早这位置本来相对低还种在凹槽里虽然说玉米很耐湿但是避免积水时间过久，因而产生烂根的现象家庭种植的优势就要善用由于家庭种植的范围与数量比较少在调整环境上比较有弹性跟快速培土完毕后呢，排水的沟槽就变成两侧了。至于蓄水池若满出来呢，则有另外的解方2日后呢，苏花台风的洗礼算是安全度过一旁蓄水池里的水管平时是虹吸自动进水当水位过高时，就会自动往外吸反向虹吸出水达到自动动态平衡的用途因此呢，除非一直不断下大雨不然排水状况问题不大紧接着又有海葵台风这次南部雨势比较大玉米笋算是又硬挺了过来此次的危机处理目前为止呢，算是成功了。谢谢收看。